哎呦呦，不知道吃了什么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冷食热食进入不均，这不闹肚子了，腹泻已经2、3次了。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出现，有的人啊就立刻吃止泻药，或者上医院让医生开处方药，甚至于是吃消炎药，这些都不可取。今天我有一个美国老一代医生的食疗药方，只要您不发烧，就可以在家里自己试试看，真是百试百灵啊！下面大家看到的就是这4味神药，您一定会笑了，哈哈，就这么简单呢？对，就这么简单，就这4样东西就能让您的腹泻症状即刻缓解，变成金黄的软便。但是我们所说的这4样东西可都是有很多讲究的哟。好了，我们先来看看香蕉吧。这是市场上正在售卖的香蕉，我们看到这些香蕉，有的是还没有完全变黄的青香蕉，这种青绿色的香蕉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以变黄的。还有的呢，就是完全黄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熟透了的香蕉，这是我们经常食用的，大家一般都吃这种比较黄色的香蕉了。那么我们这4味神药当中的香蕉呢，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轻一点的香蕉。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香蕉当中有一种物质，它能够降低肠道的多孔性，使您的大便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所选用的是轻一些的香蕉哦。这第2味神药啊，它就是我们天天都吃的米饭，白米饭。为什么呢？因为大米中含有一种叫结合淀粉，这种淀粉起到粘合剂的作用。我们以前大家用这个浆糊都用这个米粒来做，就是这个意思，它有粘合剂的作用。所以呢，它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能够粘合我们很多的这个腹泻物质，使得它不再腹泻了。下面我们看到了市场上售卖的这种新鲜的苹果啊，这种苹果有红色的、绿色的等等，这些苹果它都不是我们今天要用的神药。还有人想，是不是这种苹果汁儿啊？也不是，因为苹果汁和新鲜的苹果当中都不含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这个神药中的元素。那么大家想是什么呢？也是苹果做，但是是苹果酱或叫苹果泥。因为苹果泥，科学家在研究苹果泥的时候发现，苹果泥当中呢有一种果胶，这种果胶它能够通过形成锁水的这种胶状的物质啊，我们就管它叫做这个果胶元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缓解肠道中的那种食物的蠕动。那么它不蠕动，不就使您的腹泻减少了吗？所以这种苹果泥中所含有的可溶性的纤维，它这种重要的物质就是有粘性的，它对于控制我们的腹泻非常有效。所以大家要记住，是苹果泥哦，这是第3味神药。那么第4味神药是面包，但是普通的面包吗？现在我让大家看到是普通的面包，不是的。那是什么呢？而是要把这样普通的面包放进烤面包机当中。现在我们就放进去了，要烤3分钟，甚至于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烤熟的面包才能够缓解我们的胃痛和肠道的腹泻问题。因此我们大家要记住，第4味神药是烤面包，用烤面包机烤出来的面包，这样的烤面包才能够有效地治疗我们的腹泻。现在我的面包已经烤好了，我们把它取出来放到碟子里，烤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4味神药。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呢，把烤面包撕成小碎块，和米饭、热米饭还有青香蕉和在一起，用
苹果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然后您就可以食用。当您腹泻有2次或以上的时候，您就空腹2到3个小时，然后就用这4味神药，我们的英语叫 BRAT。这4味神药您来试试看，保证能让您的腹泻立刻缓解，变成金黄的软便，而且不用吃药。那就请您试试看吧。好了，今天这个小窍门我们就介绍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